在一条条大街小巷上，无数的美国人涌上街头，挥舞着手中的棍棒，疯狂敲打着所有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日本车。而在白宫门前，政客们非但不阻止民众的暴行，反而带头拿起了锤子，并在摄像机的注视下将其挥向日本生产的电器。当登上巅峰的日本汽车产业带领强大的日系产品大肆侵吞美国市场时，美国政府才如梦方醒般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狂潮。然而80年代的日美汽车贸易战最终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几乎没有对日本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为何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在日系资本面前如此无力？事情其实并非表面展现的那般简单。在上一期的内容中我已经详细讲述了日本是如何在美国的扶持下从零开始打造出世界第一的汽车王国。但美国之所以会在战后心甘情愿地引导日本经济复苏乃至崛起，其根源在于日本实质上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战后建立起的几乎所有日本公司背后都有浓重的美国资本色彩。以日本汽车工业巨头丰田为例，丰田汽车的前身于1937年成立的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虽然起初是一家血统纯正的日本企业，然而在二战结束后，丰田被美国资本选为重点投资对象。靠着美国的支持，丰田汽车在朝鲜战争中成为向美军供应卡车的主要制造商。来自美国的订单也帮助丰田在50年代初激烈的日本汽车市场中拼杀出来。然而美国资本的介入意味着丰田在日本市场赚取的相当多的利润最终都被拿进了美国人的腰包。这一比例有多少？在丰田上市之前，其实并没有人知道美国人持股的具体比例。而当丰田于1999年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之后，答案揭晓。以美国为主的外国投资者在丰田公司的股本比例合计近30%，虽然远未达到完全控制丰田公司的程度，然而作为无风险的旁观者，这一分成比例已经令几乎不插足丰田日常经营的美国人心满意足。实际上，美国帮助后发者日本并非善心大发，而是希望利用日本的低人权优势，在冷战博弈中压倒不听话的西欧国家。早在日本被获准加入关税总协定之前，以英国为首的国家就明确指责日本总是榨取廉价劳动力以扩大出口，同时侵犯专利权与商标权来获得相对竞争对手的不公平优势。低廉的人力成本与几乎不存在的商业道德，正是日本在经济崛起初期最大的竞争优势。英国盯上了这一点，所以极力阻挠日本加入关税总协定。而美国人虽然承认英国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在美国人的战后版图中，美国应该是西方社会当之无愧的老大。这个老大并不是欧洲国家对美国名义上的服从，而是从军事到经济到政治上的全面碾压态势。然而在冷战初期，从二战中死里逃生的英法两国虽然已不复往日，但还是希望能在美国面前保持独立性。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在经济上围剿欧洲国家，才能让这些硬骨头更加遵从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本土企业相对于欧洲本土企业又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美国人最终认为，只有让日本这个更擅长于剥削且没有什么商业道德的国家入场，才能不靠具有补贴就能在商业上战胜欧洲。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在50年代中期顶着英国的抗议，将日本拉入世界贸易体系，又不惜以自身市场份额为代价，帮助日本汽车工业从零走上世界第一。在日本汽车工业最为高歌猛进的70年代，美国与欧洲的汽车产量出现了同步放缓。在1970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为836万，英法德三国合计867万，日本为572万。到了10年后的1980年，美国的汽车产量下降到805万，英法德三国的汽车产量下降到861万，而日本的汽车产量在10年过去之后则暴涨到1098万。日本在10年间几乎吃掉了全球所有新增汽车市场。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的汽车工业虽然在这10年由盈转亏，但是依靠对日本汽车的投资，美国的汽车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亏损。而对面的欧洲就没这么好运了。美国之所以能把手插到日本，靠的是驻日美军对日本政府的隐形控制。受制于美国的欧洲吃不到对外投资的收益，对他们而言，每一份市场规模的减少都是实打实的损失。不过在美国，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赢家。虽然汽车资本靠着对日投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是在美国中部，大量依附于汽车工业的产业工人要面对的却是降薪与裁员。生活崩溃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美国汽车工业的收缩本质上是美国为获取西方霸权的一个副作用。他们认为，日本肆无忌惮地破坏市场规则，大量输出产品冲击美国市场，才是导致他们生活困顿的根本原因。
随着日本登上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国的宝座，忍无可忍的美国失业工人走上街头，开始用打砸日本车的方式抗议日本的经济入侵。当看到事态走到这一步时，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两方都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对于日本政府而言，他们深知自己在美国面前没什么独立性，日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美国战后战略安排的一环。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自己肆无忌惮地牺牲国内产业去换取美国相对欧洲的战略优势，激起民众抗议早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围绕汽车的争执虽然是上世纪日美贸易战的最高潮，却并非日本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第一次商业冲突。早在日本汽车产业崛起之前，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和家用电器就被美国政府以及其类似的套路扶持起来，并最终招致美国国内相关从业者的抵制。在前几次贸易战中，日本都是以所谓自愿限制出口告终，而这几个行业日后在日本的萎缩，实际上也都是其产业工人向汽车制造行业流动的结果。但是，汽车产业不同于以上几个行业，汽车行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证明。当一个国家可以自主生产高端乘用车，意味着他们已经建立了矿产开采、钢铁冶炼、染料制造以及石油提纯等一系列配套的产业工厂。然而，围绕汽车制造业建立起来的上述产业，其吸纳产业工人数量以及创造的 GDP 都占到了日本同期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毫无疑问，汽车制造业的爆炸式崛起就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获取发达国家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废掉汽车制造业，实际上就是彻底摧毁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而美国资本也同样不愿意坐视日本汽车产业覆灭。可是外面的舆论需要平息，美国需要给失业工人们一个说法。最终，汽车贸易战的结局不同于前几次行业贸易战，单纯以日本所谓的限制出口收场。日美两国围绕已经极其庞大的日本汽车工业做出了一系列精心的安排。首先，日美两国老调重弹，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然而这个承诺实际上是为了下一个承诺铺路。汽车贸易战中，日美两国做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日本汽车厂商赴美投资，在美国建厂。此举表面上是日本汽车厂商拿钱为美国人提供工作，而实际上则是日美围绕汽车产业进行的新一轮利润划分。1983年，日产汽车率先在美国建厂，1984年，丰田也迅速跟进。此外，三菱、马自达与铃木也纷纷同美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而日本企业在美国生产汽车，名义上属于美国的汽车产量，但从结果而言，有相当一部分还是会销售到日本国内。这时，第一条安排就起了效果，日本限制对美出口，但另一方面又增加进口在美国生产的日本车。一进一出，第一条限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日本汽车企业的国内市场。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贴心地安排了最后一条策略。日本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取消了汽车的关税，名义上是允许外国车企抢占日本市场，实际上是为在美生产的日本车铺路，令其可以几乎不增加成本就能反向输出回日本国内。美日在贸易战期间的一系列安排，最终成功平息了美国国内对日货的抵制，同时也完全没有阻止日本车企的扩张。在日美汽车贸易战结束之后，全球汽车生产版图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日本本土汽车产量在1989年达到1350万辆的高峰，而5年后，美国汽车产量再次反超日本，重回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中，将近40%都是日本车企在美生产的结果。自1979年开始，日本在近30年时间当中，事实上从未失去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的宝座。2008年，日本丰田汽车以897万辆的惊人数据，首次超越称霸100年的美国通用，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汽车品牌。但2008年对于日本汽车工业而言，同时也是一个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当时间来到21世纪，美国人的庇护已经无法让日本单纯依靠恩赐而来的产业保持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崛起与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最终将有可能为日本汽车工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